想象一下有天某个国小校园里面突然出现了一阵刺鼻的气味，身边的同学、老师开始咳嗽、想吐，还有人全身抽搐，接着一堆人被紧急送医，甚至有人严重到送加护病房。这是不是很像惊悚片的情节？但这不是虚构故事哦，而是发生在高雄潮寮村的真实事件，而且还不止发生一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空污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的高雄潮寮空污事件，可以说是台湾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空气污染事件。它发生在2008年的12月，而且不只是发生在12月的某一天，而是整个月内发生了5次，一共造成了上百人送医。那翻开台湾空污史，类似的案例其实也不止这一起，而且多半呢都发生在台湾的中南部。而除了这种特定事件，更长期的空气污染也一直影响着民众健康。那么今天呢，就会聊聊15年前的潮寮空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些空气污染几乎都发生在台湾的中南部呢？那现在台湾的空污问题有改善了吗？刚刚说到的事件发生在大约15年前，2008年12月的高雄潮寮村。根据当时的报道，起先是在10月1号，突然有不明毒气在潮寮国小还有国中一带出现，而2个小时内呢，就造成了80几名的师生送医。没有想到，接下来不到1个月内又爆发了另外4起不明的毒气外泄事件。一连5次外泄，总共导致了上百人送医。潮寮国中国小的师生也被迫迁校上课。于是潮寮村的居民们到处抗争澄清，要求政府彻查，甚至也自己展开调查。他们判断毒气的来源很可能是距离潮寮国小不到20公尺的大发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后来环保单位坦承，因为工业区的监测设备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抓到元凶。那随着毒气的快速逸散，要找出污染源头跟直接证据也变得更加的困难。而到了1月中，环保署发布调查报告，表示事件是多元污染源导致，并点名工业区内的7家业者要分摊责任。不过，对于潮寮居民来说，问题并不只是这几次的毒气外泄事件而已。从1979年就成立了大发工业区，长期以来的排放也一直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在这一次事件之后，环保署就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一区的空气里面平常就存在着30-40种的空气污染物。那很多的媒体也指出，潮寮不是个案，类似的空污问题呢，也在台湾中南部的许多地方上演。在南台湾有许多像潮寮一样的地方，比如台塑六轻炼油厂附近的云林麦寮乡台西乡、高雄临海工业区附近的大林埔，还有高雄林园嘉义民雄等等的工业重镇，就都传出过公安意外，也都因为长期空污问题导致居民的健康大受影响。那如果把范围拉大来看，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指标资料，南台湾整体的空气品质也长期比北部差。那到底为什么台湾中南部的空气污染会比较严重呢？分析指出，影响空气品质的因素很多，而就台湾中南部的状况来说，主要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2个面向。首先呢是气候地理等等的自然因素。台湾呢秋冬天吹东北季风，再加上中央震脉的阻挡，让西南部呢就成为了弱风尾流区，污染比较容易集中在这里。同时，南台湾的秋冬降雨量也比北部少很多，让空气里面的悬浮微粒没有办法透过雨水被带走。而另外呢是历史发展还有政策制定等等的人为因素。过去在10大建设等等政策之下，南台湾大力的发展重工业，让中南部出现了非常多的工业厂区，尤其高雄更成为了石化重镇。光是高雄炼油厂呢就先后容纳了1、2、5轻以及40几座的大型工厂。而且在台湾开始工业化的前几10年，相关的法规还有制度都还很不健全。90年代以前呢，多数地方政府连环保局都没有，环评制度也没有法制化，因此以前很多工厂都没有做过环评，也没有设置空气品质监测系统隔离绿带等等能够预防公害的措施。那随着污染事件不断的上演许多民众就开始用抗争的方式自力救济。在80年代末解严前后，台湾的政治风气松动，民间的环保团体陆续成立，以反公害、护乡土为主要诉求的环境运动也开始兴起。像是1986年新竹的李长荣化工厂事件，就是居民因为受不了工厂造成的污染还有臭气而围场抗争，最后也成功的让工厂停工。紧接着在隔年高雄后进居民也发起了反五轻运动，为了阻止高雄炼油厂扩建五轻，居民围场整整3年，直到政府提出了25年后撤厂的条件才告一段落。
那像这样子的运动还有很多，虽然说他们未必都有成功的争取到诉求，但居民的抗争一再的引起社会各界对于污染防治的重视，也进而催生了相关的法规。从90年代开始，包含了环评法等等的法规就陆续的被订定出来。空污法呢，也在这个时期2度大修，建立了让民众能够追讨公害责任的公民诉讼制度，还有空品监测网啊、污染控制技术标准等等的规范。而到了近20-30年，抗争运动以及各种推广啊、倡议，也让空污防治的知识与观念更加的普及。像是2010年反国光石化运动的相关讨论，以及2015年记录中国霾害的穹顶之下纪录片，就让 PM2.5 一词多次登上了媒体版面，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因此，从2010年代开始，历届政府呢都以整体政策的角度推出空污改善措施。2012年就首度订定了全台 PM2.5 的浓度年均值要小于每立方公尺15微克的空气品质标准。2015年呢也推出了以改善移动污染源为主的5年清净空气行动计划。另外，空污法也从2018年开始大幅增修了超过120项的法规跟命令，除了加重污染罚则等等措施之外，也规定政府每4年都要推出一个新的空气污染防治方案，而首个方案也在2020年开始实施了。那立了那么多法之后，台湾的空气真的有变好吗？从环境部提供的数据来看呢，近年台湾的空气污染问题确实有蛮大的进步。可以先从不同的空气污染源来看，以工厂等等的固定污染源来说呢，透过过度汰换啊、加严行业的标准等等的措施，国营事业总空污的排放量，这跟2016年比已经减少了 52%， 而工业测站的这个 PM2.5 浓度也比2016年少了 33%。那至于汽机车等等的移动污染源呢，则透过减少将近一半的老旧柴油车还有机车，让交通测站的 PM2.5 浓度比2016年减少了 21%。另外，从区域整体的数字来看全台湾 PM2.5 的年均值在2016年每立方公尺是20微克，而到了2020年之后呢，就都落在15微克的目标以下了。那在细分不同地区看的话呢，全台各地的 PM2.5 年均值，包含南台湾在内都有所下降。中南部的 PM2.5 从2016年 23.7 降到了2023年的 16.6， 云嘉南呢则从 26.7 降到了 18.9。但目前这2区的 PM2.5 还是高于15的标准相较于其他区域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另外，有分析指出，今年空气品质改善除了法规推动之外，其实 COVID 的疫情呢也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前几年疫情期间邻国的产业活动减少，让境外污染源下降了不少。而相对的，随着疫情解封，2023年开始，境外污染源也渐渐回增了。那么接下来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继续的改善台湾的空气品质呢？随着第一个空气污染防治方案来到了尾声，近期环境部也拟出了未来4年要进行的新方案。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呢，是在2025年以前让全国的 PM2.5 年均值下降到13微克以下。那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方案当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计划。以固定污染源来说，除了会继续的加强监测跟调查有害物质的排放，也特别针对中南部的特定排放源下手，要求钢铁啊、石化等等产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另外，为了促进产业主动减排，这次呢也决定大幅的调高空污费，而针对不同排放量还有污染物调涨的幅度也有所不同。排放大户加征的费率最高，而排放物质呢也根据致癌性还有危害程度等等因素调涨3到20倍不等。像是排放带药性的空污费率就调升了20倍。此外，在这一次的方案当中呢，也进一步的融入净零排放策略，包含跟能源政策结合。短期计划呢是先减少污染排放量比较高的燃煤系统，改用天然气发电系统取代。而长期目标呢，则是要加大风力太阳能等等的再生能源比例。另外，在移动污染源上面，除了继续的加强老旧的车辆的汰换跟排放检查之外，也会跟交通部合作推行运具电动化，预计在2030年以前要把市区的公车全部都换成电动车。那么对于近年空污防治方案推行的成效以及未来计划的方向，长期关注空污议题的民间团体又是怎么看的呢？地球公民基金会等等的环保团体认为在民间长期的关注跟呼吁之下，近年空污相关的政策规划跟治理确实更加积极，也肯定部分的政策有带来一定的成效。例如，针对固定污染源从源头开始管控燃料成分纳管更多种的排放物，而空污费等等的制度也有了更完整的规划。
此外，最近公布的新方案当中，也把空污治理跟能源转型深度的连结，以及针对排放大户还有有害排放物调整空污费等等。环团认为这些一直都是他们长期在呼吁的事情，所以也肯定目前政策方向有听取民间的意见，但是他们也强调，这些政策还是有不少的改善空间。首先，环团认为高污染产业的转型跟改善推进的不够快，而且像是台塑、六轻等等的大厂，近年呢还是常传出公安跟违规的问题。因此，他们建议应该要针对这些工业大厂再加以管制，并且完善对于高层的课责机制，才能够避免企业把责任推到基层员工身上，让他们真正的落实制度管理。另外呢，他们也表示，很多的政策呢都要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才能够强化成效。比如要推这个能源转型政策，就该调涨长期过低的电费，让台电有余裕进行计划，同时还能够增加工业大户的节能诱因。而在空污费的政策上面，他们也建议政府加强公民的参与，比如各地空污基金委员会的审核还有会议记录就应该完整的公布出来，让民众可以一起监督。最后，环团也指出，近年政府在推动空污改善计划时，常常会因为相关产业或是民众的反弹而退缩。比如2018年提出汰换老旧柴油车的政策，却引起了车行跟老车车主的强烈反弹。而后来政策呢，就限缩成只优先管制25年以上的柴油大货车。因此，他们建议政府要更注重社会沟通，这除了是让大众能够理解政策用意，更重要的是政府也要先了解民众的想法跟难处，才能够事先拟定精准的配套措施，减少政策推行时的阻力。这次我们在回顾台湾过去的空气污染事件时，有一个蛮大的感受是，台湾经济发展同时有很多人在承受很严重的后果，而且这背后历任的中央跟地方政府都有责任。但是这些事情呢，都往往是到了重大灾害发生之后才会被大众注意跟讨论到。那么觉得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空污虽然有很高的杀伤力，但是短期内其实不容易感知到它的严重性。同时，这个议题呢还很复杂，讨论门槛很高，所以声量常常就比较低。不过，我们认为持续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从台湾空污政策的发展脉络来看，如果没有民间的关注跟倡议，很多的改变可能都不会发生。而且空气是攸关所有人的事情，就算不是住在工厂旁空污也会扩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在空品呢还有很多改善空间的现在，去努力的理解、讨论、持续监督跟推动改变，是很值得的事情。那除了监督政策之外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出发。其实生活当中呢，各种减碳节能的行为都有助于减少空污，而且很多事情执行起来未必很难，像是定期保养检验汽机车，多搭大众交通工具，帮汽机车加油时自动跳停之后等3秒再取出油枪，也可以减少油气的挥发。另外还有像是拜拜的时候减少烧纸钱，改用以工代金，也就是把买纸钱的预算拿去捐助慈善团体。甚至再更简单一点的话，其实吃饭不剩厨余也能够减少处理厨余时所产生的空污了。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分享到这边，也推荐大家呢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整理过的懒人环保法，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最后就想要来问大家，你会想要尝试哪种减污行动呢？ A. 多搭大众交通工具吧，反正我也买不起车。 B. 少烧香跟纸钱我觉得神明跟祖先也会支持我爱护地球的。 C. 不剩厨余这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蛋糕一块。 D. 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空气污染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懒人要怎么样节能减碳，以及台湾的空污是哪来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